Hello，大家好，这回还是跟大家讲香港开户港股券商的羊毛。那么这次羊毛的话，至少能拿500块啊。那不过这羊毛的话，其实人家也不是说白给你，其实都是有精算师的啊。那么先说这个券商嘛，叫卓瑞证券啊。卓瑞证券其实按以前来说的话，我也没听说过啊。不过呢，好在这个它的域名非常好啊，JR 开头的啊，2字母的域名，价值就存在这个几千万人民币了啊。你看那个京东买那个域名嘛，多少钱了啊？QQ 那个域名也是花了很多钱买来的啊，这种域名很贵的，所以说这种还是比较靠谱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也看过了，他们券商是有持牌的啊，这个没问题啊。那我呢是在这里看到 SFC 啊，这个香港证监会啊，然后这边可以点整体繁体嘛，可以选字母的，然后呢把这个中央编号输进去啊，然后这边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啊，周六证券啊，没问题的啊。所以说券商要选好啊，那么港股免佣啊，美股免佣啊，这个比较常见了啊。但是平台费的话，他们这家比较便宜啊，便宜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个券商佣金对比是他们做的图片，那么图片的话，哎，他们这样做肯定是说明他们自己便宜嘛，对吧？都是免佣啊。然后呢，平台费啊，别的都加收15块啊，这边的话它10块就够了，比较便宜一点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啊，这个页面的话，首次入金满1万送港币500现金券啊。这个呢，我仔细说一下啊，3万送688啊，30万送1688。这个我说一下啊，如果说你入金啊，直接把这500拿走的话，那他是不是亏了？他搞这个活动意义何在呢？所以说呢，它是有个限定规则的。这个是他们给我说明啊，用户奖励说明，如果说是入金1万啊，有3张券啊，这500块是分开给你的。那么第一次的话是你立马入金1万，立马给你一张券啊。那么还有一张的话是30天之后，还有一张的话是60天之后。这个0、30、60啊，就是有分阶梯的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保持60天，不要有出金记录啊，不要提现。他们其实为了留存率嘛啊，是吧？你薅羊毛也可以，但是你至少在我们这边留60天吧，2个月啊。这个是他们的奖励中心图啊。你入金1万啊，就可以获得100啊，然后后面是100，然后再300啊。那所以说这样子啊，那其实我觉得也能薅到嘛啊。每次交易的话，只需要这个10港币啊，其他的免佣的嘛。那等于说我最多是第一交易啊10块平台费，第二次10块平台费，3个10块啊，在最后一次去一次性抛出，那么40块平台费。怎么说呢啊？其实我要理想状态的话，至少也能薅回460块的港币羊毛，2个月啊，1万块港币啊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开户啊。开户的话，点这个2分钟急速开户啊。那么一般来说的话，你呢就直接这个开户啊，这边注册先注册一下啊。你先通过链接或者说二维码去注册啊，然后再去下载 APP， 你不要直接下载 APP， 这边要输入个密码啊，至少6个字符，还要同时包含字母和数字啊。好，其实呢我这边账号已经注册好了啊，然后呢你这边的话其实下载 APP 没问题啊，右上角一个下载啊，然后呢你注意啊，最好商城里面下载，不要去点那种别的下载啊，不要这种改装过的，可能是钓鱼的啊。那么这边选择居民啊。那如果说你大陆的啊，大陆居民的话，你这边要合资格境外投资者啊，要有这个港单啊，那个如果说要那种港单啊，那或者身处啊非大陆地区，其实反正你要接单就行了，接单啊。好，这地方要上传啊，上传的话你可以不懂的话可以入群里面问一下啊，问一下这哪些是合资格的这个账单啊。好，那么我上传了一份啊，上传了一份，我发现原本的话我还想上传这个 PDF 文档啊，结果他这边要照片形式啊，然后点开户吧。好，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现金账户啊，保证金账户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就是融资融券啊，在美股、港股市场的话，融资融券开通是很容易的啊，你一般来说我都开通得了啊，你不花就行了。但是呢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不要你1万港币的钱，然后拿去买2万块钱股票啊，可以做得到的啊。一般来说1万5000块肯定做到的，然后最好不要这样做，会有利息啊。然后这边申请美股券商也可以申请啊，然后呢点详细下一步啊。好，这边的话你要写这个职业啊，为什么要写职业呢？其实做一个风险评估啊，这个那你自己写下啊，我这边就不给演示了。好，这边是投资经验啊，投资经验的话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啊，还是那个原因，就是考验你的一些风险承受能力吧啊。那我的话本身这个经验还是比较多的啊，我在20岁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炒股了啊。好，这边选择是积极型啊，然后你确认结果。如果说你想做保守型的话，有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结果是保守型的啊，或者说风险偏好比较低的，那你买一些高风险的品种的话，它是不会让你买的，知道吧？它直接保护你了啊。如果说你是个
比较好的啊，然后经验比较多的，然后他就可以推荐一些高风险产品，然后你自己去承受风险。好，这边的话是一个风险披露说明，然后呢这边有持牌说明，然后点清楚风险。好，这个地方上传你的身份证号啊，身份证照片正反面啊，我这边还电脑操作的啊。好，那么刚才我尝试电脑操作呢，结果操作不成功啊，主要原因呢，它这个是要拍摄的啊，拍摄它有识别功能的，所以说这个网页不成功。那么我就下载 APP， 下载 APP 之后呢，你就填写那个手机号码或者验证码，登录嘛，登录之后到我的地方啊，然后下面第二个啊，开户啊，开户这边你点一下啊，点进开户之后呢，它这边不会说从零开始啊，70%，那么再点继续开户啊这个按钮啊，继续开户之后呢，它这边是一个身份证识别啊，身份证识别的话我已经上传了，上传之后它会识别出来啊。这比较简单嘛，我感觉我拍了挺模糊都能识别出来。然后它这边有个区别，就是说它这边需要个国内的银行卡号啊，内地有效储值卡，做什么用呢？其实做一个判断啊，判断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冒充别人拿别人身份证啊，那人脸识别、银行卡号对得上啊，那么这种的话都是一种审核机制啊。那么还有一个税务信息啊，税务信息的话你就不要打勾了啊，我看你自己啊。我觉得99%的人都应该不是多地税务居民啊，你如果是的话，你打勾啊。好，再下一步的话是人脸识别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你不要摇头啊，不要眨眼，你就这样拍着就行了，不动啊，不动，点录制就行了啊，它自动会完成的。好，最后一步签字确认啊，签字确认，然后等审核就可以了。这边我想说明一下啊，尽量还是用正楷啊填写，如果说你写的很潦草的话。你以后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潦草，那很多时候不方便啊。好，这样的话资料就审核当中了啊，审核的话需要时间，那审核完毕之后我们再入金啊，入金之后再去薅羊毛。好 ，OK， 现在的话我是开户成功了。那么我讲一下这个开户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第一次还被驳回了，它需要是最近12个月的账单，我提交了一份是去年账单，我原本还以为是越早越好，然后呢不行啊，然后呢我就重新提交了一份。那么中途的话，他还打电话过来过，就是用+852的香港号码打电话过来过啊。我就问你有没有什么刑事犯罪记录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啊？可能是名字相关匹配了啊。我说没有啊。那么开户成功之后呢，你登录 APP， 然后最下面点那个开户啊。开户其实这边的话显示成功了，但是事实上啊，你还要做一些操作，比如说初始化的交易密码。那么点有没有收到邮件啊？你收到邮件的话，点收到邮件去看一下邮件。好 ，OK， 在邮件里面的是想是这样子邮件啊，然后呢，下面有一个文档，然后这个文档的话你打开啊，像我这个 QQ 箱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点预览，那么点预览出来之后呢，它是有一个受密码保护的文档啊，这密码文档呢是你的身份证号码或者说证件号码，你用护照就用护照啊，那不一样的就不一样啊。最后6位啊，最后6位的话，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初始的交易密码啊，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啊。反正我这个给大家看也没关系啊，我就改掉了。好，那么你就把刚才那个密码啊567689那个号码输进去，然后点登录验证。好，登录验证的时候呢，这边的话你还得输入这个他给你的初始密码，然后你输入自己新密码啊。新密码注意啊，它这个不能全部数字，必须要同时包含数字和字母的6位数啊。那大小写的话没尝试过，因为我这边尝试用小写啊，我还第一次碰到交易密码居然要用字母的，我感觉不太方便吧？感觉你这个有些时候交易很着急的话，输半天呢。OK， 那么我这样的话就进行变更成功了啊，这个时候输入新的交易密码，也就是带字母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下面的话最下面这个开户按钮啊变成了交易按钮了啊，不一样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干嘛呢？存入资金嘛，啊，入金嘛。好，入金之前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的里面这个奖励中心啊，看一下券到不到账啊。好，这边券的话，可以看到啊，美股免用券和港股免用券，只要你开户成功，他就送这个券啊，你先把这券给用上，点使用啊。但是我跟大家说啊，这边有个 bug 啊，这个券你刚刚今天点使用了，然后其实是第2天才生效，所以说啊，其实应该第2天去入金，或者说今天入金，明天去交易。那我呢，当时呢也是心急，没看仔细啊，当天使用，当天入金，当天交易了啊，其实也损失了这个佣金啊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券用了4个券啊，这个港股行情、美股行情啊，这个我都全部激活了啊，就这样子弄吧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点这个存入资金啊，点一下，点一下之后呢，选择入金币种啊。那么我的话，其实我就选择港币啊，没有选择美元。
好，这边的话选择银行卡啊，你也可以选择境外银行卡啊。那么我选择香港银行卡啊，最快一点。好，这边选择香港银行呢，其实挺多的啊，但是呢，不是每一家都有 EDDA 的啊。我反而发现它这边支持 EDDA 的都是比较大的银行啊，比如说渣打啊、建设银行啊，恒生银行反而是只能 FPS 啊。那么我入境的银行呢是这个众安银行啊，众安银行。好，众安银行的行号应该是387啊，然后这边写着，那这边没有 EDDA 啊，但是有别的方式啊，那柜台啊什么，你看这边银行可能收费，你就不要去用了啊。那我就 FPS 吧啊，FPS 零手续费嘛。好，他这边的话给你一个信息啊，就是他们的收款资料啊，收款资料的话，你要复制这个啊，FPS 的识别码，你复制这个就行了，其他你不用管啊。然后呢，我跑到我的这个众安银行的 APP 啊，然后呢点哪里呢？点转账啊，转账进来之后，你点上面啊，上面这边你就把它复制进来，就是那个 FPS 的账号啊，好，复制进来之后呢，它这边就有个全新收款人啊，然后呢你就点这个啊，点一下。点一下之后啊，它就能识别这个对方的名称了啊，对方叫什么名称啊？你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应该是所有正确的一个名称啊。然后呢，输入这个金额啊，然后呢，存多少钱呢？我就转个11000吧啊，11000啊，刚好我这边这个活期账户余额是11000啊，输入11000，输进去之后啊，下面的话你不要点别的啊，默认是预设啊，这个显示灰色和黑色不是很明显啊，很多人会点错啊。然后呢，下面一滑啊，就可以转账了。转账之后就成功了啊，就在转账中了。好，转账成功啊，这边显示出来了。那转账成功之后呢，应该干嘛呢？其实这个要告诉对方啊，其实你这边点的话，其实没有详细内容的，你这种图是没有用的啊。像这种些都是没有用的。好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啊，点这个动态这边点一下啊，点一下，然后呢，它会详情。你看这种才是详细详情啊，这种啊收款方名称啊、付款方名称啊这种详情，电子通知书啊，那么一个中文一个英文的，其实我都递给他了啊，这两个的话比较方便啊，这个是比较可靠的上传凭证。好，那么等你这个11000入金成功之后，他会给你个短信啊，那么短信入金成功之后呢，他也会给你适当发优惠券啊，其实不是优惠券，代金券了啊，就代金券啊，那现金券，那么现金券的话，首先的话给你一张啊，100的。还有一张100的是不能用的啊，还有一张100的是要等待时间啊，现在不能用。那么你这张是不能用，暂不可用显示啊，是吧？这张是可以用，那么点去使用，你先把它用了啊。好，那么用了之后呢，我买哪个股票呢？买哪个代码呢？我还想一想，还是买南方恒生科技啊，4块多钱，我买200股，800多块钱，那么用掉100这个返现啊。898是不是啊？减去100，那么这个最划算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说能买100块钱股票啊，那么全部返现的话，那更好啊。只是有些股票的话，我不想买，这个风险比较大啊。好，这样的话我就买入了啊，然后买入的话等待成交，过一会儿就成交成功了啊。好，那么成交之后呢，他这边写了啊，您的100港元现金券已到返现门槛啊，优惠奖励将在10个交易日内返还你的交易账户，10个交易日内啊。所以说导致刚才我一下子我买完之后发现，这个钱没有多嘛，本来的话应该说多100，是不是？还好啊，他说是说10个交易日内，但是其实过个1个小时、2小时之后，就到账了啊。好，你看这个是我交易明细啊，你看这个买完之后啊，11000嘛，买了嘛啊，原本的肯定是应该大于11000的，因为平台费就10块钱嘛，不至于这样子的嘛。好，那么我不管它啊，其实呢，那我多出来钱呢怎么办呢？还有1万多块钱多出来怎么办呢？不能白白浪费资金啊，这边有个现金宝，我点建开通，建开通呢里面有个货币基金是吧？然后呢有港股的，有美股的，其实有美元跟港元的啊，美元多一点啊，然后港元的话是3.6啊，我不管它多少钱，我就买了再说吧，不然的钱闲置，它本身要60天才能拿满所有的奖励嘛，那我先让它弄嘛。是吧？然后等1个月之后，我再去做第2笔交易，把那个券也用了啊。那么这边你就申购一下就行了，这个就很简单啊。好，你开通申购之后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默认选择，就是以后的话，你开通，它默认是会把你剩余资金自动会申购的啊。这边申购的话是100起申购就行了，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啊。我在有些券商的话可以看到很多都是5000起申购啊，那比较麻烦了。你100起申购就比较好嘛。好，过一会儿的话，这边有一个来了一个邮件啊，然后说现金券入金啊，就是因为刚才我那个返现100块钱，他现在已经给我入账了。原本的话，它显示10个交易日啊，结果的话其实还是1到2小时吧。好，那么我现在的话就是100现金券这个入金了啊，到账了。
好，那么你这个可以看到流水了啊，然后自动申赎功能呢，你可以开通也可以不开通啊。我呢后续把它关闭了，因为我还是喜欢手动啊。好，最后还是再说一下啊，港股免用券100年啊，它是100年永久免用。那么这个东西呢是要次日生效啊，次日生效。如果说你想更省钱的话，就不要像我这样子，当天交易当天入金啊。那个如果说你点了这个优惠券，点了这个免用券之后，你第2天去交易，那是能真正免用啊，我当天就是不行的啊。那么顺便提一点，还有一张券的话，你手机上做好提醒，等1个月之后你再去使用这个券，也可以买南方恒生科技。那么还有一张券的话，300块的大额券啊，那个60天之后，你手机上也可以设这个提醒，也去买南方恒生科技。买了之后，你再一次性全部卖出，把它变现啊，那么你就可以刚好把这些券用完了，是不是？刚好已经实现了一个套现功能了。